什么？运炖吧，泰国菜。泰国菜。然后他有很喜欢喝那个运炖羹汤。你们会有一天为了这件事情吵架吗？乐高吗？这个倒没有吵过。你们结婚初期应该常常会吵架吧？算真的吵架频率不高，就是会，因为他也是我是吵不起来，对他不吵架，他就是会冷战那种。哦，可是冷战就很可怕啊。但他吵架也很可怕。他会真的生气吗？有几次有真的生气。是为了什么事？有些就是婚礼的事情啊，我们婚礼的时候有一些摩擦，然后婚礼是你要的风格跟他要的风格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就可能表达沟通上面有一点就是，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回忆啦，对，也是好的。所以第二次是什么？上个月吧。上个月？就是这个可以讲吗？还是不要讲这个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可以讲啊。你先讲，然后如果讲完之后觉得不可以，再叫他们剪掉好。OK， 好。就是因为我刚刚，就是他上了一个热搜，对，是我一个黑粉黑他的，但不是事实，因为我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那个照片是他朋友，恶作剧，因为突然太多人写他不好，他就爆掉了。比如说我们去看房子，然后可能媒体就会写说，我带着他去看房子，想要他买给我，类似这种东西，但其实很无聊嘛。但后来就类似的东西一直出来，然后我那时候讲了一句我觉得也不太该讲的话，类似什么，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辛苦之类的话。我老公也讲过这种话。你有老公啊？我有，结婚16年了。因为一开始他觉得跟明星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嘛，可是后来没想到他娶到的是一个真的大明星，然后就变成是狗仔一直拍他，一直拍他，一直拍他，然后他就常常上新闻，然后就开始就像你讲的，可能会写一些就不是事实的东西，然后就跟你一样压力过大就爆发了。我就觉得我躺在家里一觉起来，然后我又怎么了，或是他写说什么我们分居婚变，然后我睡起来说老婆我们婚变了，他说我们再睡一下吧，就是拜托我一觉起来看报纸，老公你打我啊？什么时候？趁我睡着的时候吗？他打到你忘记这件事哦。好了，我懂你意思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就跟他说，你不要看了那些没有用的，有做各方面的尝试，让他没有那么难受。他有了，但好像就是会一直有这种事情，但我现在比较可以适应了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后面还会有哦。好，各式各样的说法都会出现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很难改变，而且澄清好像我发现媒体好像他报了一个，他不会管你后来什么澄清。澄清没有用，而且观众看了那个东西之后，他就觉得是真的。对，我了解了，他不会去管你。我老公没有打我。那他对你做了什么？只是小小踢一下侧边。不要乱讲。所以刚刚阿娇说，有些东西拿进屋子里面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再让他觉得有压力。就是。我以前买东西会，一样好东西会买10个。一样好东西为什么要买10个？因为我觉得没机会再买，可能下次买不到团货。类似什么东西？就是洗面奶啊，买几瓶啊，可以用的东西。但通常都会放到过期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尝试新用品。所以男生不太懂为什么要尝试一些平常不用的东西。对，因为他都不涂脸了。我就2罐子而已。所以这是你人生 ，Michael， 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，你住的地方有这么大举别人的东西入侵，是不是？算是。你心里有没有觉得，就是很难适应啊？就还好啦，就是因为他香港的没有，我想说他本来的家很小，因为他一个人对，我一个人住嘛，一个人住在台北嘛，所以他是没东西的。对，是因为我们结婚我就换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。
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些鞋子不是挺是我多的吗？我鞋子跟衣服而已。所以你是一个就是只要出去有得穿，对家里不要放太多东西的人。应该说我觉得不需要的东西我会把它丢掉。可是你还蛮注重要帅这件事吧？现在还好，因为现在没有，以前会啦。所以你是知道自己可以走很多明星的路线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这个想法，大众真的是脸吧。真的是因为我留胡子，是因为有时候我都常常没有刮，他很讨厌我留胡子。但大概2周前，我们跟朋友聚会的时候，真的有一个朋友说：“哎，你留胡子蛮像 Ryan Gosling。”然后我就觉得，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造型。对。可是太太不喜欢你，为什么还要留？我就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成熟啊，因为工作上面有时候有需要。阿娇的不喜欢，应该也不是真的不喜欢吧？我不喜欢，因他觉得为很刺。对啊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就不会亲他。这他自己选择吧。所以我回家，他说你胡子太长，我就先刮掉。OK。所以太太的吻还是比较重要嘛？对啊。你是不是有持续的不断在维持身材？我有运动习惯。刚刚那个瑜伽垫是怎么了？就他带过来说他想要做瑜伽，但是好像没有看他做过。总是有个希望嘛。怎么了？瑜伽垫为什么要从香港带过来？几乎台北家是每一个东西我都是自己带过去的，包括那些公仔啊、毛巾啊，几乎都是我香港带过去的。对啊，都已经从香港带过来瑜伽垫了，为什么不干脆就真的做瑜伽？有做过，你有做？有，只是他没看到而已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他有时候会这样动2下，说：“老公，我运动了。”这样，我说：“好厉害，好厉害！”哦，出汗了，然后就结束，大概30秒吧。所以你是一个大量运动的人，我算蛮大量的。然后他不爱运动，你有邀过他吗？有蛮长的。但他在那个台北的健身房，全部都是男人啊。那我为了他找了一间是没有人的。不是，因为我以前拍打戏啊，那些筋骨都歪掉了，我是需要请教练的。你有帮他请教练吗？有。那有去上课吗？没有。对，就有时候他会突然觉得好像今天有一点懒，那我也不勉强他嘛，我就先去了这样，因为就上个一天，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所以就没有那一天开始这样。但我们婚礼的时候，他蛮认真的去做了大概1、2个月吧。对。好，我们刚才看了那个影片之后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两夫妻本来80分有没有什么温度上的改变。好，目前进展到了是85度，就是比原来的80度稍微高了一点点。也许大家就觉得好像夫妻2个人生活就看起来颇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难关，可是大概你结婚也知道，就一定会有这些过程啊。对啊，不可能一直都很顺利的啊，就努力一起去克服就好了。而且夫妻双方有一些本来在家里面不一定有勇气互相沟通的事情，反而是一起上节目会忽然就说出来，然后就完成沟通了。所以，等一下我们在进展的过程当中，看看他们2位就会互相透露更多对于某些事情的价值观，也许就会增加沟通，然后温度就会越来越高。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发展。接下来我们要看是倒过来，阿娇要介绍她先生的一些东西了。好，我们去看这个影片。Hello， 这个是我的家等一下会介绍一些的摆设，还有我喜爱的东西。我呢很努力的把我的东西放过来，因为我要把整个人嫁到过来嘛，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些归属感。但没想到就是都是我的东西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能带那么多。这个是我婆婆，很厉害吗？婆婆人肉速递那个洪瑞珍过来给我们。人肉，谢谢妈。我真的是想经营一个家，所以我从香港把这个cushion啊，还有那些公仔啊，
自己搬过来。Michael 的东西只有这个吉他，这个昆虫。你看家里放一堆虫哎，都不好。我终于有机会展示我的 Lego 了，看这个都是去街景。这一区是我们结婚区，这好像粉丝啊，其实这是粉丝弄给我，他就拿了来收藏。还有这些就是我们结婚那些朋友的签名啊，是个充电宝，伴手礼嘛。你看这个是我朋友画的，很像我们，而且我每个朋友都会印名字，就显得很有心思。还有他一个结婚的本子，我本人呢就很喜欢，就是把东西乱扔，我就怕丢掉，所以我就放了在保险上。他这里有一个，他高中2年级画的鸡。是一个特有种叫蓝腹鹇。那你为什么写鸡年呢？因为那一年刚好是鸡年，然后那这是鸡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裱起来？就这么叠，就是这样烂烂的。那你把这个送出去，这个是可以啦，但是谁会要啊？你的粉丝都会要啊。我没有粉丝啊，你粉丝有一些的。这个都是他以前买的，他以前就喜欢买一些眼睛。这个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去日本出差，买给我的裤子，牌都没拆，没穿过，因为也不是我的风格啊，是心意嘛。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。端边是那个，叫他躺，看一下角度。对，那时候我还很贴心，因为他那时候不在，我这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躺着，那个人一边装过来说，这个角度，差不多就这个角度。结果我装了之后，以为他会称赞我说我很贴心，把他角度调在他的视野，因为我还不是，因为我的脖子不行。对，结果他一直跟我说，念到现在都说他觉得那个视野。你是不是你也觉得？后来他跟他一起看，尴尬。我一直嘴硬说，其实这个没有啊，还好啊，你不觉得看得很清楚啊？结果后来我自己看一看，脖子也有点痛，所以赶快找时间弄一下。床是 Michael 妈妈买的，那床单是我买的。我为什么他有一只羊？因为他口水好臭，他把这个枕头都弄得很臭，所以我就不让他拿我的公仔，我就买一个给他。没有，我说这个就介绍一下。不是，没有，这是他这个我岳母送给我们，希望我们早生贵子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们俩为什么要在家自己尴尬啊？第一次介绍家给人哦，所以那个岳母送的早生贵子的放在那边会很有压力吗？
没想过他会拿出来讲而已。你本来不想要讲那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有人要催你们赶快生小孩吗？哦，没有吧？没有人催，就我催他吧。因为我之前去冻卵子，冻卵，我只冻了3个。就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要by nature，就自然有怀上就怀上，但好像目前都没有成功。对，那我们一直很想要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最后一个，因为不希望他在，如果说不是年龄问题，就是说越大怀可能越辛苦。你刚才有嘴软，我看到了，你刚才嘴软的很严重，我害怕我讲错话，怀越就可能刚才你差点脸都抽筋了。不想要他太辛苦。对，我懂。所以你有安排好时间了吗？有。你真的管很细耶，就你真的给 Michael 很大压力。不会，真的是有安排好，已经 schedule 了。阿娇，你是很想要赶快有小孩？也没有赶快，就是让他去试试看，再考虑。对，所以你是爱小孩的人，是喜欢小孩子啊。这一题还蛮难回答。No， 我不喜欢小孩。可是如果当妈妈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拼积木了，对，就要照顾小孩了。可是这是你想要的生活。所以 Michael 听到没有？就是有小孩的话，他只会占有一个小孩的体积，他不会扮演成小孩子的东西更多。对，我想过这个问题。小孩生出来之后，你就要买那个地上的那个软垫，这样拼起来，让他可以那个就是 Michael 极简风的家里会出现的彩色塑胶软垫，然后上面会有 ABC， 你可以教他。我知道你讲的那个，哇，那个配色好可怕。好，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里面有东西在等我们来观赏，我们麻烦航宇，让我们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。眼睛素描，那个最上方那个白色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结婚的做的一个牌子啊。那是我们在 LA 拍的一个影片，这样子。所以是宾客都可以拥有一个吗？没有，我们自己的。只有你们有？不是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粉丝弄给我的。这个是你们在美国的那个订婚派对。本来其实希望他的生日我们在美国登记，但他那个时候刚好强假，没办法，没开。对，没开。刚刚看到戒指当中有一枚是求婚戒指，对。所以求婚的时候是你知道的吗？其实戒指是我们一起去买的。对，在美国，我突然跟他说，哎，不如我们结婚吧，那就一起去。那个是真的很突然，他突然开口，就我们只是去夏威夷玩嘛，就去逛了一下，他就说，那不然我们买个戒指结婚吧。然后我那时候吓到，就倒抽一口气，然后倒抽一口气是说，我没有要娶你耶。当时还有去打给我朋友，就说怎么办？他突然说要跟我结婚。对，我说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。所以你当时有想说怎么拒绝他吗？没有想要拒绝，我当时只是在想说，这个戒指不知道多少钱，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负担。结果后来有买成吗？后来买成，但中间稍微有点尴尬，因为我有一张卡是理论上是没有额度，它是千账卡，然后就整个卡拿出来要刷之后刷不过。然后怎么办？后来还好，台北是早上，我就打给那个我们诊所的会计说，你先帮我把多的钱汇到我的卡的户头里，再刷这样。阿娇，你在对他说出"我们结婚吧"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面有担心他不一定会说好啊？没有，我们在美国，我要跳伞嘛。你是为了工作还是？这是我的人生的 list， 我要做的事情。他本来不跳的，因为他恐高。他听到那个人说我们要上去4000尺跳下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我还是陪你跳吧。他当时候穿篮球短裤。你知道篮球短裤要带那个东西是很怪的，
他就会卡住，对不对？而且飞在空中应该会翻上来吧？对，他就也很勇敢的陪我跳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浪漫的事情。所以是跳完你才觉得我们结婚吧？对，哦，那还好有跳啊。所以你现在觉得还好有跳，不然可能娶不到他。对，但是可能不会再跳第二次，真的太可怕了。好像他们在真正决定要在一起之前，说是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起在看剧的时候 ，Michael 有抱住他说我们交往吧，然后他说不要。有这样吗？那是刚认识的时候。对，就是说就是吃大肠那一阵子。所以当时是什么？怎么？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？就在看手机，然后他说他要睡了，我说好，然后我就躺在旁边，我说那我准备要走了，我就这样子稍微这样，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这样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记得好像是你有想清楚吗？我觉得我们认识还不够多。就是没想到已经有一个动作了，然后还被拒绝。你会觉得你这样做代表你心里大概有5、6成的把握，你才会做这个事情。然后做我都想不到他的反应是比较冷漠。所以当时走的时候气氛非常僵，是不是？也没有，他就睡了。然后我就觉得那可能我自己误会了。后来几天都没有联络这样。所以他那次跟你说不要，你是把他当成是拒绝了？对，我觉得拒绝。我们两个就是没有要交往的意思。第二次鼓起勇气跟他表白是什么时候？朋友来找他探班拍戏，从英国过来住他家。我朋友就说他想要一个一个拉面带回去，他就帮我买，就是那一天就在一起。对，你跟他讲说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对啊。然后你有没有很惊喜？对啊，蛮惊讶的。刚刚那台电视机，你觉得角度有问题吗？我觉得电视就平平的就好啦，为什么要调角度？阿娇平常看电视就是躺在床上看。对啊。你说是平躺吗？平躺电视就应该装天花板上。其实他现在都觉得那个角度他脖子会痛，因为太低了。我们真的很喜欢跟他们讨论很 detail。听说阿娇喜欢看相亲的节目啊？什么综艺都看。可是你好像特别喜欢一个相亲的节目，对不对？非诚勿扰吗？对，我们都喜欢看。为什么？蛮喜欢给意见的，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，就是一边看一边会说这个男生不要啦，或者说他很好，你为什么要他怎么会这样？就是那种。所以你要陪他一起这样。我一开始是抱着陪他看的，因为他看那些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看过，然后我好像也不是很喜欢这类型，后来看觉得蛮有趣的。听说他们两个躺上床关灯之后，他要为了阿娇所给的指示再爬起来至少3次。什么指示？就说帮我倒杯水啊，你那边灯忘记关了，或者你去看一下窗户。以前比较多。这是真的吗？对啊，突然忘记要拿个东西，或者是忘记关灯啊，所以不是故意要整他吗？不是，是真的忘记，是真的。所以 Michael 都会真的起来吗？会。你不会说，除非我睡着之后他再把我叫起来，那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懒。他有在你睡着后把你叫起来去关灯？会叫我起来陪他看电影或什么，就他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。可是你可能明天要对要工作耶，那就倒霉是病人而已啊。这双眼皮变割那么大。然后后来他知道说，其实我们工作性质不一样，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有时候是比较 free 一点，就是他密集的工作完之后是 free 的，但我是每天固定的时间。有啦，我觉得这个有磨合到，我平常开电视会很大声，就算他睡觉的时候我也开很大声，现在会。我们有因为这个有一点争执。对，你有没有跟他讲说可不可以调小声一点？他有教我，你不如出去看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们现在难道要分房睡了吗？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嘛，但后来真的有认真跟他沟通过，他现在就不会这样子。所以你后来就是算了，就不看电视，就看手机。一般夫妻都怎么解决这件事啊？我会跟我老公说 ，baby 小声一点，不然我睡不着。他就会调小声啊。可是小声看动作片什么就不过瘾啊。你为什么不戴耳罩呢？
耳罩你会压了很不舒服哎，耳塞，不舒服。可是他要看电视啊。可是他看的电视都是小声一点也看得懂的、啊。枪战片不就是你也知道在干嘛？铁手战就是。请问一下，你电视到底开的多大声啊？声光效果还不错啊。就是那种有机枪的声音，就是那种哒，那种真的是这样吗？它有一点声音都会因为我睡眠比较浅对，比较浅。哦，所以一点声音都会吵到你。可是他难受了，你怎么办？后来我试着就有时候戴一下耳罩什么的。他打呼，我也戴耳塞啊。我觉得耳塞这个事情是结婚之后必须有的。真的吗？就是你肯定要接受对方一点不好，对啊，太吵啊什么，你是要掌控这个，对对是啊对对对。因为如果我老公打呼打太大声的话，我就会到隔壁的客厅的沙发睡。以前会把他推啊推一推踢一踢，对，会踢他几下，可是现后来就在我都不没用。会了，嗯。后来应该只是把他踢到床底下去算了。后来就会踢到骨骼。刚刚影片当中出现了妈妈，妈妈那是你妈妈对不对？我妈妈对，所以你妈可以随时进出你们家哦。可以，她有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在嘛，有些事情要麻烦她。那阿娇跟她妈妈处得好吗？很好，你觉得呢？在节目里会跟你讲说不行没有，吗？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好像是你们俩如果吵架的话，你会跟她妈妈抱怨，是不是？会，就是他会把妈搬出来指责我一些东西。你说她？对，我就会直接问妈，你有这样说吗？他说我没有，就其实是他编出来的。对对对对。因为她有时候我们的对一个东西的价值观不一定一样。她有时候比如说一个桌子，她可能会想要买很贵的那种，然后我就会叫我妈直接送我一张桌子，说我妈送的，我就会跟她讲说，啊妈说不用那么贵啊。你没想到她会真的打去质问你妈吧？而且没想到我妈就是跟她联络比我还频繁。Michael 的爸爸妈妈当时觉得要娶明星这件事 OK 吗？老师一开始不认识他的时候就蛮不 OK 的，但这我没有跟他讲过啦。一开始你没有跟她讲过这件事？他没有不同意，他不认识，然后他主要是担心我啦，不希望说我们有过度的曝光这样。然后后来见到他就跟他很好，就没事了。因为我就是会带我爸妈去看他们演唱会啊，然后我妈妈就在下面看就哭了。我说啊，红果原来我们的媳妇这么优秀，这样真的蛮感人的。我觉得你爸妈可能太怕她了，所以就说一定要哭，一定要哭，快点，一定要哭给媳妇看，还护捏。有说好你结婚后不要做家务这件事吗？我们有签一个婚前我们有签一个协议。我们很常请佣人嘛，对，就比如说，如果他自己点了一个麻辣锅，煮完之后他不知道那一锅怎么办，然后变成要找人来处理那一锅麻辣锅。找人来处理，你不能处理吗？没有，我不在，我出差了啊。因为他那个垃圾分类，我不会。好细哦，故事都好细哦。我知道，听起来生活中困难重重。对，要是我想想，我面对吃剩的麻辣锅，对，确实很难处理，需要人帮忙。你们签的协议最重要的内容是这件事吗？没有啊，最重要不是啦，最重要是我们。那我最大的点就是保持家居整洁。哦，这个有签进去。所以我们在意的点不一样啊，以后孩子怎么负担，然后我们婚前的财务怎么样，这都要写得很清楚啊。你希望让女方放心，说你不是为了钱这件事情。所以现在两个人要慢慢研究，有一些花费怎么互相帮忙这些事情。这个目前都没有到特别讲啊。所以像戒指刷不过的时候，阿娇不会说我来吗？这太奇怪，他来我也不会。太奇怪了吧？不会。他的坚持就是婚礼相关的，他不要出钱。OK。我的底线就是
不希望我拿钱把自己嫁出去对而已，其实也没差了。但我觉得